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前一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质量在太阳质量10倍以下的恒星的归宿是白矮星。那么，当恒星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10到30倍，它们的归宿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当恒星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10到30倍时，它们的归宿就不再是白矮星，而很可能是中子星了。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我在上期节目里提到过，10亿年之后，天狼星的双星系统很可能因为合并而引发超新星爆发。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则很可能会形成一颗新的中子星。超新星可以分成 1A 型超新星、1B 型超新星、1C 型超新星和2型超新星。最常见的就是2型超新星，通常也被称为核坍缩型超新星。这是由大质量的恒星由于内部坍缩引发的剧烈爆炸而形成的结果。在我前面介绍白矮星的时候曾经提到，当恒星内核的氢消耗殆尽之后就开始收缩，此时内核的核聚变反应就暂时停止了，但这只是针对质量小于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当恒星的质量大于10倍太阳质量的时候，虽然此时内核已经聚变成了氧和氖，但在引力的作用下，内核的核聚变反应还会继续的发生，恒星的内核会继续生成越来越重的元素，最终在恒星的核心区域会形成一个主要由铁和镍组成的核心，这个核心区域就叫做铁核。当铁核的质量达到钱德拉塞卡极限的时候，核心就会发生坍缩。铁核坍缩的过程非常迅速，仅为1%秒，而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推动恒星的外层迅速膨胀，形成爆炸。这种现象就被称为2型超新星爆发。我们的太阳系很可能就源自一次2型超新星爆发。当2型超新星爆发的时候，恒星外层的主要物质还是氢和氦，因此爆发过程中的谱线就会有大量的氢和氦的谱线。公元1054年7月4日，宋朝的司天监发现并记录了一种被称为克星的天文现象，这其实就是蟹状星云那里的一次2型超新星爆发。根据记录，在天文现象出现的那段时间，克星的亮度超过了天上最亮的金星，甚至在白天都能看到。这种现象持续了23天。这个记录很可能是最早关于超新星爆发的记录了。与2型超新星相类似， 1B 型超新星和 1C 型超新星也是直接由恒星内心坍缩而形成的，但这种恒星由于某种原因在爆发前已经失去了它的氢和氦的外壳，因而在它们爆发的谱线中，氢和氦的谱线就很少。至于 1A 型超新星，它的形成过程就需要涉及到一个特殊的双星系统，在这个双星系统中有一颗是白矮星。白矮星会因为引力的作用不断地吸积另一颗恒星的物质，随着物质不断地从另一颗恒星流向白矮星，白矮星的质量逐渐增加。当白矮星的质量达到钱德拉塞卡极限的时候，白矮星内部的压力将无法抵抗引力的作用，从而导致白矮星内部的碳和氧发生迅速的核聚变反应，释放大量的能量。这种能量释放使白矮星的亮度迅速上升，形成 1A 型超新星爆发。我前面一期节目里提到，天狼星 A 和天狼星 B 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目前作为主星的 A 星质量大约是2倍太阳质量，作为伴星的 B 是白矮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 98%。 目前 B 星虽然是在距离 A 星20多个天文单位的轨道上运行，但当 A 星达到生命末期变成红巨星的时候，体积就会迅速膨胀。此时 B 星就有可能通过先吸积 A 星膨胀的外围物质来增加自己的质量，进而随着 B 星质量的增加，引力也在不断增强，最后 B 星就有可能把 A 星完全袭击过来，形成合体星。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这时合体星的质量将超过钱德拉塞卡极限，从而引发 1A 型超新星爆发。
如果这种现象真的发生，希望那时人类早已拥有了移居其他星系的能力，否则对地球生物而言，那很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有点扯远了，让我们再回到超新星爆发这个话题。当超新星爆发后，剩余的核心质量小于 3.2 倍太阳质量的时候，核心就会变成一颗中子星。3.2 倍太阳质量也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如果剩余核心的质量大于这个极限，核心就会变成黑洞了。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中子星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之所以会有中子星这个称呼，是因为中子星的密度极大。我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经提到，在白矮星上，所有的原子都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白矮星只能依靠电子简并力来维持其外形，但中子星的引力却远远地大于白矮星。在中子星的内核，电子简并力也无法抵抗这么大的引力，电子被压入了原子核。由于电子被压入了原子核，原子核内的质子就变成了中子。就这样，中子星的内核就变成了一个个紧密排列的中子，这就是中子星得名的原因。在中子星上，每立方厘米物质质量可以达到8000万到20亿吨，这已经是原子核的密度了。中子星的质量是 1.4 到 3.2 倍太阳质量之间，而直径却只有10到20公里。普通的天体是体积越大，质量越大，但中子星和白矮星却恰恰相反，白矮星和中子星都是质量越大，体积越小。在中子星的诸多特点中，除了密度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转快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体育比赛中花样滑冰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花样滑冰中，运动员在冰面上自转，当身体展开的时候，自转的速度就比较慢，而当身体收拢的时候，自转的速度就会比较快。身体收拢的越紧，自转的速度就会越快。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微观至量子世界，宏观至整个宇宙，角动量都是守恒的。缓慢自转的巨大恒星变成了小小的中子星，自转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中子星的自转速度能达到每秒几百甚至几千转，这使得它非常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中子星的磁场大约是地球磁场的1000万亿倍，这样强的磁场甚至能在离地球20万公里的距离上，把地球上所有的像信用卡这样的磁卡消磁。中子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磁场呢？总的来讲，中子星是由恒星坍缩造成的，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均匀完美的。实际上，作为一个球体，中子星也是分层的，越是靠近中子星的核心，中子就越多，对称性也就越高。但越是靠近中子星的外层，压力就越小，因而在中子星的外壳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中子星高速自转的条件下就会形成磁场，这就是中子星磁场强的原因之一。造成中子星磁场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磁通量守恒。中子星是由恒星坍缩而来的，这个过程恒星的磁通量会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由于恒星在坍缩的过程中体积大幅减小，根据磁通量守恒原理，磁场强度就会大大增加。以上两条就是中子星拥有强大磁场的主要原因。另外，如果一个中子星的磁轴像地球一样没有和自转轴重合，这时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中子星——脉冲星。脉冲星会周期性地向外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就像我们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那样。不过在这儿我要多说一句，不是所有的脉冲星都是中子星。最新的研究表明，有些质量接近于中子星的白矮星，如果其他条件符合脉冲星的规定，也有可能成为脉冲星。天蝎座 AR 就是现在已知唯一的一颗由白矮星形成的中子星，它的脉冲周期大约是117秒，是目前已知所有脉冲星中脉冲周期最长的一个。本来在传统的量子力学基础上，中子星之后就应该是黑洞了，
但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进步，现在天文学家又在中子星和黑洞之间提出了诸如夸克星、孤子星，甚至是玻色子星。不过受篇幅的限制，在这儿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还是按照传统的归类，把它们都算作是中子星了。好，关于中子星，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接下来的节目，我将会向大家介绍黑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